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如果你不知道美元是如何霸权的话，那么我相信你现在大部分的投资都是亏钱的，因为金融危机的裂痕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商人不喜欢政治，但我们喜欢通过分析大局而赚钱。你想过俄乌、海岸等等的摩擦，包括美联储加息等等的举动，获利最多的是谁吗？鹬蚌相争，资本家在这里面捞了多少钱？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已经很有钱了。欧洲三大强国英国、法国还有德国，他们国家加起来的钱都抵不过美国，因为人家工业发展的很牛嘛。但又如何呢？吕不韦大家听过吧？人家富可敌国，但在贵族面前是都不如啊。有钱不代表人家要听你的，就好像员工也不一定会听老板的一样的道理。当时的美国也没有什么地位，你在欧洲基本上都找不到美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你去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买菜，人家会收匈牙利的货币，也会收意大利的货币，但就是不收你的美元。为什么？因为当时从来都是欧洲人买美国的东西，美国人很少会买欧洲人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买了你的东西，我要了你的货物，然后你收了我的钱，那么我国家用的是你美国生产的东西，而你们美国拿到的就只是我们国家的那张钞票。对啊，你是世界首富，有很多的钞票，那所以呢，就是你这么有钱也是靠我们欧洲带动的，我们不投资你，不在你那边消费，你又算什么？而当时真正最牛的真正的金主爸爸就是大英帝国。我常说这世界谁先占领市场，谁就占领了世界。当时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你美国现在靠出口的赚钱方式，人家英国早就赚够不完了。就好像我的弟子跟我赚够了钱，我们不想玩就买房子躺着收房租，所以当赚钱到了一定的层次，玩的就是资本。当时的英国很有钱了，我就拿钱去买权，去建立金融的系统、军事的系统，所以全世界当时都是用英镑交易的。为什么？因为人家的海军厉害啊！当时全地球陆地面积呢，有1/4都是人家大英帝国的领土，殖民地嘛。那时候的英国经济学家就说，俄罗斯的北美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是我们的后花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园，中国印度是我们的茶叶基地，秘鲁给我们生产白银，南非给我们提供黄金，东印度群岛呢就是我们提供甘蔗的，还有这个咖啡和香料，就是非常的嚣张啊。也因此它掌控了全球的原材料，他们的海军也占领了全世界主要的海洋通道，所以英国就是当时的老大。那么美国到底是如何逆天改命，现在掐着全世界的脖子呢？有些真相你必须要知道，这样你才清楚现在美国的资本家如何用同一个方法重复的割韭菜，然后你就要装作不知道，默默的跟着我们在金融危机赚钱就好了。这又会是一部得罪某些势力的影片，请大家一定要为我点赞撑腰啊！这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想要和我连接，除了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还可以去 TikTok 关注我扫地僧啊。刚才说了，英国工业本来是最牛的，但后来发了财嘛，所以就把赚来的钱拿去玩金融，去玩投资。当时全世界每年的海外投资有半壁的江山都是英国人出的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美国想要盖铁路、搞石油工业、重工业等等，那英国人就会想，这些累活、苦活和脏活我们就不干了。那美国人和那些德国人想要干这些，我们就投钱支持他们干，就占他们的股份，吃他们的利息，分他们股票的红利，让他们一辈子都替我们打工。其实这种思维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上，你自己不去发展技术，你还投钱去帮人家发展，那就好像塞车一样，你在加速的时间不加速，其实就等于减速，然后你旁边的车还不断的加速，结果就是你被人超车了。所以后来美国和德国就做起来了嘛。人家德国的翅膀长硬了之后呢，就是说要求重新划分全世界的殖民地和原材料，直接点就是重新的分地盘。我崛起了，我就要更大的份额，教会了徒弟就没有师傅了。我帮你一把，你不懂感恩，还来损害我的利益吗？还来跟我叫嚣挑战我吗？这其实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所以英国就组织了欧洲大部分的国家一起去弄这个德国，爆发了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然后英国才发现自己是很有钱没错，
但我的工业真的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战争就是体现我们工业水平的最好方式，而现在真的拼不过德国了，那怎么办呢？本来答应分他点地盘还好，现在如果打输了，我们就 GG 了。我们不是也投资了美国吗？他们这几年工业也混得不错，要不就请他们帮我们生产武器、弹药，还有各种军事的物资吧。那如果你是美国，人家有求于你，你会不会帮呢？当然帮啊，价格由我来开嘛。这么伟大的赚钱机会，为什么不干？所以第一次的世界大战，让本来就已经很有钱的美国再上了个台阶，还捞到了足够多的真正资本，真正变成了世界头号的强国，就靠卖军火。比较出名的就是杜邦家族，他们生产了协约国军队40%的弹药，然后他们家公司的股价就从$20暴涨到$1000。如果你是出生在当时的美国人，你还需要学投资吗？你只要不太笨，闭着眼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身家都能翻个几倍啊！不止这样，美国的资本家赚了太多钱了，用不完了，那就把这些钱放出去，借了$120亿的贷款给这些打仗的国家，自己呢就过上了天天数钱的债主生活。我借美元给你，你还我黄金。也因为这样，美国当时就掌握了超过1半全世界的黄金储备量。我帮你做武器，我不但赚了你的钱，我自己的军工和军队都很强的，而你们打仗还要依赖我。这思维呢，大家能跟得上吗？为什么我们上一代的企业家赚很多钱，现在却要被我们掐着脖子呢？因为他们的产品用传统的方法已经卖不出去了，而我们在互联网做生意，打造品牌，永远都是顾客追着我们产品跑。为什么我的弟子可以在疫情、金融危机的时候从副业开始，一个人从零去创业，而赚到的钱却比打工多几倍呢？哪怕只是一个高中生，因为他们是纯粹的人，不会想那么多，就一直的在电脑面前干，而他们的生意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多。最重要的，我们没有什么成本，在任何时间的地点，包括你在旅游，只要你建立好这个自动赚钱系统，钱就会自动的流进你的口袋，哪怕你在睡觉。因为我们做出了趋势，我们在全世界最多人停留的地方赚钱，而整件事比你去打工还要简单。你缺的只是一个系统，还有真正有结果的师傅。那么你可以点进去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我的指导课，免费的。我会在里面告诉你3个最赚钱的商业机密，如果你能够融会贯通的话，你甚至有机会成为我的弟子。我还会额外送赠一些付费的大礼包给我报名的有缘人。好了，这世界最烧钱的就是打仗，英国也没有办法，只能去变卖资产。之前不是在美国投资了很多企业吗？都要拿去套现了，把什么钢铁公司、铁路公司、石油公司的股票、债券都吐了出来，然后拿去买美国自己开价的军火，买不起就向美国价。所以之前孙子兵法那一集不是教大家装孙子吗？原因就在这里了。打不过人家就真的不要打，打得过也不要打，因为这烧钱的成本你也承受不了。这时候美国的统治精英呢，尤其是银行家这帮人，立马就反应过来了，你打仗就专心打仗吧，整个国际金融从今天开始由我们来接管。真正掌控世界的家族，罗斯柴尔家族的名言，谁掌控了货币，谁就掌控了这世界。我们要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渗透了美元，非常的霸气。他们要输出美元，该怎么做呢？学之前的英国去投资别的国家的公司吗？肥水不流外人田，把人家养肥了就造反了。所以要养就养自己国家的企业。这些银行家就找到了美国最有钱和魄力的企业家，问他们要不要到其他国家开个分公司啊？你们去哪儿，我们银行就跟到哪儿去开分店，支援你们。钱的问题呢，你们不需要担心，要多少就有多少。直接点说吧，就是我们为你赚钱，赚外国人的钱。你要不要跟我们银行家抱团啊？那刚才说的杜邦家族，他们家公司就说，我们准备要去智利投资建厂，我们要去挖矿。那这银行就马上跟进，直接在智利、秘鲁和巴西都开了很多的分行。有了钱，我不但要去扩展业务，我还把人家欧洲和亚洲的公司都并购过来，变成自己的，再让这些人帮我赚钱。10年之后，这家公司发展了181家海外的机构。那你可能会问，这些银行家为什么要无条件的支持国内的企业家到海外做生意呢？答案很简单的，
当然就是要去抢英镑的生意啊。今天我美国的企业到你们家做生意，你是不是就要用我们美元进行交易？你没有美元的话也很方便，我们隔壁就有美国的银行，你可以去拿你的英镑去换我们的美元，就是在你们的地方赚你们的钱，你们还要强行用我们美元，那这只是很皮毛的玩法。真正最牛的，能让美联储现在说要升息割韭菜，然后全世界就要跟着升息被割的套路，就是控制外汇的储备。以前一个国家要发行货币，就要用黄金作为抵押，这叫金本位。那是不是说哪一个国家的黄金比较多，哪一个国家的货币就更强呢？因为有更多的黄金做抵押嘛。简单点说，我一张纸币有 80% 的黄金作为支撑，你们国家的只有 30%， 那我的是不是比你更有信誉一点呢？而刚才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有60亿美元的黄金，美国就占了45亿，英国就只有10个亿， 4.5倍啊。美元就显得非常的强势，那英国就急了，工业发展落后了，钱又比不上人家多，而现在金融的地位马上就要被取代了，所以他们就要弄些手段，召集了全世界中央银行，在热那亚开了一个会议，主要就是向欧洲的银行家推销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们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时候，以前不是用黄金作为抵押吗？别用黄金了，你们也没有那么多黄金，用我们大英帝国的纸币作为抵押就可以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大英帝国的实力，你拿着英镑就可以到我们的殖民地消费，也就是几乎全世界，所以我们英镑和黄金是同等信誉的。当时欧洲的国家听起来就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这么干过。英镑虽然信誉不错，但是它毕竟不是黄金，这不是忽悠吗？但最后呢，还是有一些国家接受了，比如说法国，一战的时候，英国就给了法国很大的帮助，所以法国人就认这个账。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荷兰、比利时、瑞典都囤了一些英镑作为储备，这就是金汇兑本位制的起源。这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国推销这个过程里面呢是很困难的，因为大部分主要的国家都更相信美元，因为人家黄金多嘛。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人居然找上门了，说他们愿意接受英镑作为他们的外汇储备。德国虽然打输给了英国，但他们的工业实力还是欧洲最牛的。如果德国愿意接受英镑储备，那整个局面就翻转了，英镑的国际化地位就稳了。那德国人为什么会主动送上门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联合其他欧洲的国家去弄德国，还有几个国家，那德国那边输了嘛，意味着他们就要赔款给战胜的国家。里面狮子大开口最厉害的就是法国人，法国当时的工业实力比不过英国，但他们又是邻居的关系，其实对德国呢是又恨又怕的。这下好了，好不容易借着英国和美国人的实力打败了德国，那我不打落水狗，不把他彻底的踩在脚下，让他无法翻身的话，是不是对不住我自己呢？因为一旦让德国喘过气，我就是最危险的。所以当时法国要求赔偿的金额是1000亿美元，而人家德国打仗之前一年才赚120亿美元的 GDP， 人家砸锅卖铁都还不上啊！这在其他国家游说之下，法国才愿意降到125亿美元。对德国来说还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战胜国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英国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不是跟美国买军火吗？结果就欠了美国人120亿美元，那怎么还啊？欧洲人就得到了一个结论，我们还钱给你们美国可以，你先让德国还钱给我们呢，不然我们就还不起给你们美国的债了。哇，大家生活里面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人呢？美国的资本家一听，你们欠我钱，然后德国欠你们钱，所以我要追的话就只能追德国的钱，那这是什么逻辑啊？那你是德国人的话，美国叫你还钱，你还不还啊？我又没有欠你钱，干嘛要还啊？所以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这下德国的邻居法国就急了，他不还钱怎么办？等他经济恢复了，我不就完蛋了吗？所以法国就出兵占领了德国，占领了他们的工业中心，也就是他们心脏的地区。这下好了，你这么凶，我所有的工业都停产了，又怎么还钱啊？德国这边呢，也因此出现了超级的通胀。以前1美元换9000马克，现在1美元换4.2万马克，马克就是德国的货币。那为了解决这个超级通胀问题呢，
所以德国就只能求英国借钱，用来稳定马克，条件就是接受英镑作为德国的外汇储备。大家听懂了吗？如果这件事能够成的话，就算美元有黄金的支持，大家都只会接受英镑。极端一点，如果美元等于黄金，你去买菜，卖菜的人宁愿收英镑，都不收你的黄金啊。所以美国的资本家精英呢，就说一定要过去抢生意。他们派了一个叫做大卫斯的牛人去说服德国靠拢我们美国这边。首先他提出了一个叫做税负平等的原则，人家德国人要还钱，那我们总不能还加大力度去欺负他吧，他的税负不能太重吧，不然你把母鸡都杀了，他也是下不了蛋啊，对吧？他的钱还不上来，你们打这仗也没有意义了，死了这么多人。所以德国人纳税的负担应该要跟我们英法美都差不多，这样他们才有能力持续的还款啊。如果一笔过还清所有的债务，那多没意思呢。我们要赚的是他们德国一辈子都要还给我们的利息，对吧？然后其他欧洲的国家就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这个大卫斯就跟德国那边说，你不需要一次还125亿，你现在先还一点点钱，还个2亿5千万就好了，之后的慢慢再还。德国就说我还是没有那么多钱啊。大卫斯说没关系的，那你先还个5千万总有了吧。另外的2个亿呢，我们美国借给你，条件就是你要用我们的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而不是英镑。德国那边一听其实挺心动的，一来可以应付那些战胜国，二来美国的黄金支撑多一点嘛。但他们就担心一个问题，毕竟自己还在英国的眼皮子底下，就怕得罪英国。大卫斯一看你这德国人还在犹豫，那我就开一些吸引一点的条件吧。你这战争的赔款呢，可以先用你们德国自己的货币去还，等你们经济好一点的时候呢，再把它转成美元也不急啊。也就是说可以再给你们一点喘气的机会，把经济先弄好。而这件事呢，我们美国说了算，因为我们是最大的债权国，这样其实已经很吸引了，但还不够。我们可以再给你们一个优惠，你们债有很大一部分最后会给我们美国嘛，那如果这笔钱我们用不上，你可以先拿去用，你们可以贷款给你们德国工业，你们经济要发展要复苏嘛，你们未来这些年的日子肯定很苦嘛，所以这些钱就可以循环的周转，还有流动一下。这些条件呢，其实德国真的无法拒绝，所以就下定决心跟着美国的资本家去走。美国人拿下了德国之后呢，其他国家也纷纷的效仿，我们也要美元作为储备，不要英镑了。在1925年的时候呢，美国的外汇储备总规模大大超过了英镑，美国已经成功进行了货币的霸权。这时候美国的资本家就思考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黄金多，所以人家认我们美元，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像英国一样，因为某些原因被人家赚走了我们的黄金，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缩表的升息，简单来说就是卖国债，把美元收回来，这样就可以人为的把美元的供应减少，就叫做货币的紧缩。这样做就可以不让美国的黄金流走，因为当时的美国跟以前大英帝国一样是很富有的，所以他们的国民就会大量的进口外面的东西，也就是说美元就会流进去外面的国家。当时美元是必须要用黄金抵押的，换句话说，外面国家可以用美元去换走黄金，美元流走其实就等于黄金流走。那这货币紧缩的方法就可以让黄金出不去了，因为出去后的黄金就会被这政策吸引回来。那这件事在传统金本位呢是离经叛道的，以前是不能这么干的，因为美国一升息，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如果不跟着升息的话，他们的美元储备就会流去美国，也就是说他们的黄金就会被美国吸走。而如果跟着美国升息的话，又会导致很多本土的企业因为借贷成本增加而倒闭。你看看升息以来全世界的股市跌了多少，也就是说美国可以透过升息让你的资产变得不值钱，比如说你公司的股价下跌，然后我们美国的资本家再用自己升值后的美元买入你们贬值的公司资产，过了一段时间呢，当我们买过了之后，就在降息去推高你的资产价格，然后等你的资产涨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套现。之前的影片有详细的去讲这剪羊毛的手法，所以你会发现黄金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有没有黄金大家都要跟着美联储那边的银行家的政策去走，也
也就是说，当时的金本位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早就已经是美元本位制了。美联储已经成为了全球中央银行。那么结果就是，美国在后来真的直接取消金本位，我印钱再也不需要用黄金作为抵押了，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印钱，我可以有无数的钱。也就是说，现在你拿美元去美联储，问他兑换黄金，里面的职员只会笑你是个傻子。大家听懂了吗？所以很多人觉得打工是最安全的工作，因为稳定嘛。但你有想过吗？这么多年的薪水的涨幅永远追不上通胀，年轻人现在没有父干，根本没有办法去买房，这是为什么？因为美联储它印一张100美元的成本，也就是19美分左右。你是他的话，我相信你会比他更疯狂的印钱。然后现在很多人怕升息，你放心吧，当一些资产的价格跌得差不多的时候，美联储又会降息的去推高资产的价格。而根据历史，资产的价格只会比以前更贵，比如说房地产。而你发现吗？在全球因为疫情和经济低迷的时候，被淘汰的永远不是那些企业家，因为我们就算企业倒闭了，我们的钱也够我们几辈子花，我们还可以卷土重来。更何况利润减少的情况，我们只需要裁员就好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失业的通常都是那些自己以为很稳定的工作，因为稳定了也代表了你们可以被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取代，他们的成本比你低，干劲还比你高。还有就是传统生意的小老板，他们边投资边创业，而且客户群呢还受地域的限制。所以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客源在什么地方。你想，当你的父母都在使用 YouTube 的时候，当消费能力最强的那群人都使用 YouTube 的时候，当那些上市的企业都在 YouTube 打广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制作一部影片，然后上传到 YouTube 就可以赚钱呢？你可以自己控制工作时间、地点，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就可以不断赚被动收入。当然，说起来很容易，具体落实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真心的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反正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但你又不想自己慢慢的摸索几年，浪费时间还得不到结果的话，你一定要点击影片描述上的链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我会在里面从零开始，去把所有我亲自实践过、验证过的数据和理论，总结为一个可以让你去复制的系统。我会直接告诉你有什么可以做，怎么做，包括怎么选题、怎么制作内容、怎么制作缩图等等，还有很多重要的细节。最重要的是当中结合了我很多做生意的道语术，就算你不懂互联网、不懂设计，也没有接触过创业，你都可以学懂。如果你有兴趣，一定要通过影片描述上的链接加入我们。现在除了前期的优惠之外，我还会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的永久会籍，我会在里面不定期的更新财富自由课程，包括销售啊、地黄术啊等等。我们团队还会为你解读100本书的精华。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里面几千人互相的抱团，互相交流赚钱第一手资讯，互相的认识。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命运，想要跟着我们学习互联网创业，真的一定要把握我们前期的优惠，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取消了。那么当你明白控制货币的影响力，你就会发现以前美国打过的战争，拿下了石油权，但它并没有运走石油，反而出现的就是全球的油价飙涨的情况。当时一桶石油从38美元涨到了150美元，而石油以美元结算，意味着油价飙升，拉高了全球美元的需求，全世界就需要更多的美元去买石油。这时候伟大的美联储为了给全世界提供流通性的保障，所以印钞机就火力大开了，印出来更多的美元，然后在你的国家用美元换回来更多实物的财富，比如说你的地、你的商品、企业等等。其实你追寻所有的历史、所有的行动，就是为了巩固美元的霸权，而最赚钱的生意就是卖军火。所以真的，你一定要去重温我之前所有关于这方面的影片。为什么我可以带着我的粉丝的弟子，在短短几周的时间去做空日元，或者是做多美元，把我们的财富翻倍？因为现在游戏规则只有一个规律，也就是美国资本家在割韭菜的时候，就是我们跟着去短时间赚大钱的机会。他来来去去就是玩3招，要么改变别人的投资环境，要么驱赶资本流入美国，要么加大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你看看现在不同地方之间的摩擦，都导致了一个结果，这世界越乱，美元就会回流去美国。因为以前印的和发出去的钱太多了，
单靠美联储加息并不足以吸引国际的资金回流美国，所以这世界局部冲突配合美联储升息，我们反而看见了这加速了全球避险的资金回流美国购买美债。很简单，以前你借了银行的钱去买股票，现在你看见打仗了，你还不赶紧的把钱取回来，然后那边美国升息，稳稳定定的收利息，那你还不赶紧的去买美债？所以当你有这个大局观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前的跟着我们做好投资的布局，买对资产，不仅可以在短时间赚钱，我们还可以避免跟其他普通人一样，人家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亏大钱破产，而我们反而是致富的时机。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拿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